国家非遗八卦掌承前启后续雄风。朋友们，大家好。在前几集我们陆续讲了北京舞协八卦掌研究会的成立与发展。今天简单的总结一下，全国第一个单钱种研究会北京舞协八卦掌研究会自1982年成立至今，一共经历了8届5任会长。为了方便喜欢的朋友和业内人士收藏，现将相关的资料发上。资料来自《北京八卦掌》一书。八卦掌研究会第1届委员会、八卦掌研究会第2届委员会、八卦掌研究会第3届委员会、八卦掌研究会第4届委员会、八卦掌研究会第5届委员会、八卦掌研究会第6届委员会。第7届八卦掌研究会更名为八卦掌专业委员会。第6届八卦掌研究会自2013年上任，一直到2019年改选。改选后，按照上级的要求更名为八卦掌专业委员会。虽然叫法不同了，但是北京所有的各权种的专业委员会都是在研究会的基础上发展到今天的。2025年，北京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又进行了改选，但至今尚未公示。自1982年北京舞协八卦掌研究会成立之后，会址先后迁了好几次。首届会址就是在北京西直门内北操场14号李子明先生家中。李老将自己家的房子无偿为研究会用了10多年，直到他仙逝。1993年，八卦掌研究会迁到东直门北新仓2巷15号，牌匾是由八卦掌传人张立民老师书写的。2000年迁至东城区安定门内灵光东巷35号，2006年迁至朝阳区柳芳南里甲14号，后又迁至朝阳区甜水园。2011年，八卦掌研究会的会址朝阳区甜水园正面临着拆迁和改造。时任八卦掌研究会高级舞会长和杨世明秘书长多次找到我，提出要把会址迁到我办公地址的意愿。看到八卦掌研究会面临的困难，想到前辈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对高会长说，只要大家愿意，我热烈的欢迎。于是我毅然决然地为研究会无偿地提供了近5年的办公地址。2011年底，第5届八卦掌研究会迁到了西城区西皇城根北街丙10号，一直到2015年11月迁走。2019年，八卦掌研究会更名后迁到了朝阳区高碑店，一直到2021年左右。可以说，每一届八卦掌研究会的会长都做了许多的工作，留下了不同的业绩。第5届八卦掌研究会高级舞会长和杨世明秘书长，他们在中国舞协原秘书长、八卦掌专家康歌武先生的提示和督导下，多方奔走，努力争取，终于将八卦掌申请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是一件值得载入史册的事情。光阴荏苒，岁月如歌。2012年，八卦掌研究会走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30而立。3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八卦掌人薪火相传，坚守着八卦掌先辈们开创的事业。高级舞会长和杨世明秘书长以及任职人员达成了一个共识，为了纪念这30年的成长历程，一定出一本纪念文集。这个想法后来得到了北京市舞协和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受北京舞协时任领导和第5届八卦掌研究会任职人员的委托，由我来主编这本纪念文集，书名就定为《北京八卦掌》。按照第5届
八卦掌研究会任职人员提出的几条标准和达成的共识，我带领公司一名设计人员全身心全义务地投入了编辑工作，一共进行了1年的时间。这本书一共200页，书成之后，我自己亲自又校对了6遍。遗憾的是，还有许多疏漏之处，但这200页的文集公平公正，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八卦掌研究会30年的发展历程。可是由于篇幅有限，按照当时的规定，未在八卦掌研究会任职的一些老拳师和传人未编入册，留下一些遗憾。这本文集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章，就是由中国武协原秘书长、八卦掌专家康歌武先生提供的八卦掌源流之研究。我记得当时找到康歌武先生，他对我说：“秀仁，许多刊物跟我要这篇文章，我都没有给他们，但是我无偿的提供给你们。”2012年12月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在大家的期盼下，北京八卦掌一书终于正式出版了，在西城区缤纷剧场举办了隆重的首发式，这是当时的盛况。时过境迁，又是13年过去了，那些对八卦掌充满了无限敬畏和热爱的传人们，仍按着前辈的意愿努力前行。八卦掌各支系的传人只有海纳百川，携手共进，取长补短，这样才能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的故事。